3慢生活，对吗？3种慢，我觉得就已经值回票价了。哪怕是最后是会有一个完全的翻转，我觉得那在这里给我的生活就是给了我接下来去面对它的勇气了。王太，有一次观众在我频道下面就我们的生活留了一个言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人家说我忘了，但我很得意的回了他一下，我说对，我们过的就是80后慢生活。你不是超爱我们的这个金宝宝？对，人家前辈经典的70后慢生活嘛。对，我改了一个字，我说我是慢3点水的慢，就是漫画的这个慢，我慢生活。其实我越想越有道理，而且我们到大马过的就是这种慢生活。你是在显摆嘚瑟哦。我因为这也是无意间的发现哈，你知道这个慢这个字啊，它在字典中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样的？我这字面意思，我感觉我们说水漫金山，水漫金山嘛，那就是满则溢啊，一定是一样东西盛满了一个容器之后溢出来。是这种水满则溢，而且是缓慢浩渺的这种样子，应该是很大的水从河里面流出来的。要被人家说嘚瑟了吧？人家会说你是因为钱多所以你可以慢。这个没关系，我觉得这种生活啊，真的是人人可以过。为什么说我们过的是慢生活？我觉得符合3种慢：散漫、浪漫，还有是烂漫，就是到底绚烂的烂。是有课代表啊！但是我还是想先请你说说第一个，为什么你觉得你的散漫、烂漫还有什么烂？浪漫，浪漫和金钱多不多没有关系，那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是人人可以选的。第二，钱是赚不完的。我甚至于有告诉很多朋友，我说我今天给你万你都不够花的，不然你可以算，因为如果你以8%的通货膨胀率的话，其实我知道哈，相当于你可能用不了9年左右，你的钱就会减一半，9年减一半，那等到你死的时候，你可以想想看它才多少钱，而且你每年还得花走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我记得我以前看的所谓财富自由，有一个观点让我大受震撼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实现你的财产数字的无限大，其实你还能做一个方法，就是把你的欲望缩得无限小。是这个，我们未来讲到金钱可以具体讲一讲哈。所以我觉得和赚钱多少没有关系，它真的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态度。对的，一种生活方式嘛。所谓散漫，我还特地查了一下，你知道散漫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接上语文课散漫想到哪里就干到哪儿。对，散漫叫没有计划。我查了一下字典哈，散漫是你看任意随便，不守纪律，中零散分散。我们多么不守规矩啊！父母是怎么教我们的？父母在不远游，你要兢兢业业做好你的工作，甚至于不要跳槽不要请年假，这个是父母教我们的落叶归根，从小受到的一些概念嘛。但我们呢，居然下南洋，我觉得这很正常嘛，就是我们父母他们经历过的这些生活，他们受到的教育，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他们那个年代看到的，是有局限性的。所以用他们的一个标准来框定我们的生活，我觉得是落伍的、落后的，也是不合时宜的。所以我们不应该用别人的这个视角来过自己的生活呀。你这对我有启发。所谓的散漫，就是我慢慢的要冲破一些身上的枷锁和规范。我慢慢要 off the range， 一直是这样来探索一种有可能的新生活。人类不就是在不停的犯错，基因也在突变当中才会成型和发展。对啊，所以你说如果是我们现在以我们2个人的视角去规定说 Wilson 将来要上哪所大学，学哪个专业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是不是也是一种非常狂妄的一个所谓的自恋呢？所以我看我们的 Wilson 也是很散漫的，爱打鼓的时候打鼓，爱这个什么听音乐玩音乐的时候音乐，现在篮球就篮球，烧菜就烧菜，我们都挺支持他的，也就是一种散漫的生活。你看我们现在一家3人3口都过上了散漫的生活。那你不担心散漫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就像我爸爸以前一直说的，人无远忧，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吗？是，我不太担心吧。我觉得他就小孩子像一棵树一样，当然对我们自己更加是这样。他从小一些基本的价值观、规范、礼仪、一些文化，他都了解以后，那他的根你捏好了，他长好了。接下来他长成什么样子，开什么花，有什么虫来啄，遭受什么样的狂风暴雨，那是他的事嘛。你是这样想？我觉得他要自己去经历，他要过他自己散漫的生活，想象不到的生活。所以我说，一直小孩，我对他最大的期望就是过一种我们都没有甚至于想过的那个样子。
OK， 我觉得对于我刚刚问的问题，我现在自己给自己的安慰就是说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其实是把自己时刻放在一个焦虑的状态下面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过分的焦虑，其实最后带来的是生活的完全的走形，没有这个必要。我们适度的焦虑，那么适度焦虑的应对方式就是培养他这个 resilience， 他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肌肉，活在当下。将来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对，他到时候知道了，有了挫折之后嘛，那就是见招拆招了。我觉得他还是说具备基本的能力，这是前提啊，不是完全的见招拆招，那个会变成一个走入一种行尸走肉的状态，那也是不希望。看到了。你看，这个是散漫。接下来我说为什么是烂漫？我去查了一下字典啊，烂漫的意思就是色彩鲜艳啊，这倒蛮像我们的，坦荡不做作，也像东南亚，色彩鲜艳啊，这个什么东西花的颜色也更深，整个天也变得更蓝啊，这个空气和整个世界好像都变得非常打开，非常开放了。我经常来的时候说，这到处都是落地窗，有时候凌晨天刚亮的时候往外看，你就感觉是一个4D 的电影，一个新的世界摆在你的面前一样，如此的真切。我觉得从我们自己生活当中，咱就看我们两个现在穿衣服的颜色吧。我以前在中国穿的所有的颜色，基本上就是莫迪蓝色系嘛，带着所有的颜色上面灰灰的。你看我现在穿的都是那种很吊诡的那种荧光黄啊，大红大紫、孔雀蓝呐、你的那个 Tiffany 蓝的那一件大码生活家 T 恤也是，我们现在穿的像人家花蝴蝶，像孩子一样。对，那也不是浪漫。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什么？是一个生活。你生活受到的拘束少，你好像就会更加大胆的为它去涂抹上鲜艳的色彩。对啊，这边没有人会对你指指点点，咱们穿的再13点，也没有人会这样对你侧目。我们可能也会一脚油门就开到文东啊、怡保啊、马六甲啊，去不同的地方去逛吧，在海边、在山上、在森林间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烂漫的这种生活。那你看他说不做作、坦荡，也符合我们频道的调性。我们在做着自己想做的生活，我们敢于辞职，敢于去拓展自己的事业。这个不也是一种烂漫吗？对啊，你看我现在不染头发不化妆就能跟我的女朋友们出去见面，我们现在约会的地点还会在菜场一起买菜。你看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去雕饰了，已经完全这已经接近于浪漫了啊！去菜场约着女朋友去菜场去逛巴萨，这是浪漫。因为讲到浪漫是什么意思？它是富有诗意的，充满一种幻想的不拘小节的，这个是浪漫嘛？我原先知道大家比方说浪漫主义形容艺术、文学、音乐的时候，它那个所谓的浪漫本意应该是一种超乎你的想象。比方说今天回来突然我说我们去档口吃猪杂汤，那就是一种浪漫。它是一种超乎想象而已啊，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这种 romance， 它不是它的本意。所以你看再来看我们的生活呢，那倒真的是很浪漫哦。超乎想象嘛，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是没有想象，1年之前的现在，我是不会想象现在自己是没有工作 jobless， 自己搞了一个新的事业在做。双 jobless， 对，双。我要是说我们都快 broke 了，差点拿一瓶饮料说你们都又要说这个你们快破产了，那就这是一种，所以我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特征呢？对，真的是，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，比较浪漫的事情，我想做这个事情，这个 small business， 我就去做了。我也不懂，从来没做过事，那我就去认识人。我也没想过我是这样子就会去结交我想要认识的人，非常非常主动，非常热情啊。核心是胆子要比较大。敢的去做，对，而且好像丝毫也没有羞耻感，没有羞耻心。我觉得被人拒绝，那我就换一个新的人，就是这样。你觉得这是一个结果还是一个起因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假设我们在中国，你可能还会选择做现在的这些，还是正因为我们做了，才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结果？其实我说不清楚，我想说，正是因为在中国，我们有过那些内卷的生活，我们有着所谓的保持学习的这样一个习惯，可能就是把一颗种子已经埋在那里了。来到这个海阔天空的地方，乡村野妞一样的国家，你会发现处处是可以去突破的一个新的商机，对不对？有很大的想象力。这颗种子就在这里这么好的天气、这么肥沃的土壤之下，开始有点像蠢蠢欲动的萌芽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勇气当做这个水和肥料去浇灌它，还有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不要怕丢脸，
这样子去给到他一个遮风避雨的这样一个保护罩，渐渐的他也许就适应这边狂风暴雨的能力吧。对，所以像面对这样的情形，我觉得只能说是一种感恩嘛，因为它是一个撮合，是一个那种天气，就像那个村上春树讲的那个单词一样，是一种突然的一个变化，也有点像我们上回采访嘉宾 Jackie 给尔讲，它是一种调出体制。突然的一个变化，但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理性的反思，来有意的去规划接下来的一个生活。对，我甚至于想过一个问题，人家不是都说一切都是会有尽头吗？不管是我们的生命啊，或者说我们在跟这个国家的缘分，如果有一天到了一个尽头的话，我会不会后悔我做这样一个决定？这很重要。我觉得是不后悔，因为我享受的是这个过程。我也不会后悔。我如果在这里已经享受了几年的这样一个所谓的3慢生活，对吗？3种慢，什么浪漫了、烂漫了、散漫生活，我觉得就已经值回票价了。哪怕是最后是会有一个完全的翻转，我觉得那在这里给我的生活就是给了我接下来去面对它的勇气了。好，非常好。所以我们自称为80后慢生活，挺好。当心被人家说抄袭要谐音梗，不搞笑。OK， 好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散漫、浪漫、烂漫，过你想要的生活。关注我们，点赞，谢谢。